父皇让我挑选驸马，我选了一有心上人的韩昭，他自是不愿，百般推脱。公主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看着他轻轻一笑，甜不甜的也得扭下才知，不是吗？所以大婚当日，他只能以命相搏，把剑狠狠插入我的胸口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在大婚前3日，将他那心上人发往敌国的密信一一截获，摆在韩昭面前。韩昭，这就是你那小甜瓜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今日是我和驸马成亲的日子，朝中重臣都来了，整个皇城都被渲染得喜庆无比。驸马并不爱我，被赐婚后他就刻意跟我保持距离。不过我不在乎，我可是公主，就算强扭的瓜不甜，只要是我喜欢的，那也只能是我的。更何况我与他的婚事是父皇和母后亲口定下的，容不得他不喜欢。然而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时，驸马却拔出剑，稳准狠地插在我心上，真绝情。1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当真如此？这一剑真他母亲的疼，淼淼才是我的妻。他冷漠得像块寒冰，插在胸口的剑又往里刺了几分，一双好看的丹凤眼猩红无比，满目憎恶。我感觉心脏被扎破了气。剑离开身体的那一刻，温热的血喷洒而出，瞬间染红了整片天空，像是婚宴上洒下的浪漫红花。那滴血的剑又利落地挥向了我昏庸无道的父皇和嚣张跋扈的母后，就连我懦弱无能的哥哥也没能躲过一劫。奄奄一息时，我最宠爱的面首冒着危险来到我身边，我冲他伸出手，想叫他快逃，他却冷冷地补了我一刀。他怎么会？我那么疼惜他，呵护他，怕他委屈，就连成亲都把他带在身边，他怎么能下狠手对我补刀？你害我家破人亡，这是你罪有应得。他咬牙切齿的模样，恨不得将我私吞了。我到死前才知道，他们竟恨我入骨。再睁眼，是我与韩昭大婚的3日前。这次我赶在韩昭造反前先采取行动，我想要我和家人都活着。我一刻不停，先去找了父皇，怂恿他把兵权收回来。谁知父皇嘬了一口送到嘴边的酒，满不在乎道：收回来干嘛？边关吃紧，还指望他去呢？我内心一阵冷笑，边关吃紧，身为皇帝，他居然还有功夫在这里饮酒作乐，难怪上一世我们会掉脑袋。我小心翼翼劝了父皇几句，却被他赏了一顿臭骂。天底下就没有儿子教育老子的，你一个女儿家，不过身上流着我的几滴血，就敢爬到我头上来了。父皇没救了，我捂着气炸的肺跑了出来，迎面撞见领了旨正准备出征的韩昭。想不到一向跋扈的公主也有哭鼻子的时候。韩昭冷眼说道：将军见笑了。我红着眼睛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我哭了，我装的。将军战功赫赫，此番边境有乱，不如将军以此为条件，劝说父皇解除我们的婚约。公主这是何意？她的目光透着危险的光。我怕她多想，咬牙胡说，因为我有自己喜欢的人，为了他我宁愿放弃一切荣华富贵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解除婚约，将军也能与心上人白头到老。等韩昭消息的空隙里，我去找了太子哥哥。以前没注意，现在才发现我那太子哥哥竟是个十足的草包。我跟他讲兵权，他跟我说好好好，泡温泉真好。我跟他说要笼络人心，善待臣民，不能让忠臣寒了心。他跟我说对对对，小笼包要趁热吃才对。无语了哥，我们脑袋都快掉了，你还在想吃的。更过分的是，有人给他送来一个美人，他说他要跟美人玩捉迷藏的游戏，让我别妨碍他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寄希望于母后。我去请安，谁知他正在忙着训斥宫里新进的狐狸精。狐狸精苦苦哀求，说是被父皇强迫的，却还是没能躲过白绫封侯的命运。事后母后拉着我的手，说我以后跟韩昭成了亲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那个姓徐的小妖精，要不是母后一条白绫刺下去，韩昭他能答应与你成亲？我震惊，母后，那个小妖精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什么淼淼，一个不起眼的贱丫头，谁会记得她叫什么？母后拉着我的手，传授御夫之道。成亲后安心过日子，谁敢狐妹子勾引韩昭，你就跟母后一样，一条白绫刺下去。
人已经被你杀了。我再次震惊。母后翻翻眼睛嗔怪，就为了一条贱命跟母后大呼小叫的，也太没规矩了。贱命！韩昭上辈子可是为了这条贱命杀了我们全家。想起刚才跟韩昭说的那些话，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在磨剑了。人家心上人因为我殒命，我还假惺惺的跟他说自己有了心上人，要跟他解除婚约，这不是上赶着送死吗？韩昭说父皇没有同意解除婚约的事，而他是一个忠臣，也不能感情用事，威逼圣上扰乱军心。呵，你是没威逼我父皇，你直接动手弑君。我心惊胆战，不知怎么接话，却见韩昭的属下对他耳语了几句。他噌地起身，怒视我后匆匆离去。我也不是傻子，立马派人跟了去。下人来报说韩昭带兵去了太子府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瘫在椅子上。已经开始了吗？等我赶到太子府，韩昭带着一群士兵跟太子哥哥的人对峙。好一个力量悬殊的对峙！他韩昭也太嚣张了，敢带兵围太子府。看见倒在他怀里哭唧唧的小白花，我的脑子突然嗡的一声清醒了。韩昭怕是早就有了谋反之心，怀里的女人不过是他挑战皇家底线的一个幌子。不过他还真是两面三刀，之前还说不能感情用事扰乱军心，这会儿怕不是要恋爱脑发作。我不免有些鄙夷，表面却小心翼翼陪着笑。韩将军，有话好说，有没有可能这是一场误会？怎么回事？我凑到哥哥耳边咬牙问。太子哥哥气得跳脚，有人给我送了一个美人，我还没尝到滋味呢。韩昭这小子不问青红皂白就来跟我抢，现在还带兵围我，我可是太子，真是我的傻哥哥哟。人家手握兵权，又是个肯为心上人造反的恋爱脑，你一草包除了身份尊贵，拿什么跟他抗衡？韩将军，都是误会，这姑娘是别人送给我哥哥的，我哥哥虽没有碰她，可姑娘体弱，一定受到了不少惊吓，不如韩将军先把人带回去，好好安抚。若有下次，别怪我韩昭的剑不长眼。韩昭看了一眼柔弱不堪的小白花，冷哼一声，抱起人就走。与其受辱，不如将军一剑刺死我。小白花哭哭啼啼，好像真被人凌辱了一般。淼淼，有我再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啊，小白花就是徐淼淼。他韩昭可真是好手段，居然在我母后眼皮子下保住了心上人。此人狼子野心不可留，我得装得更柔弱些才行。徐淼淼没死，这是好事，却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他摆了我哥一道，照韩昭的狠辣的性格，我们一家的人头怕是已经被他系在裤腰带上了。想起自己的惨状，我狗腿般亲自带人护送他们回了韩府。韩府二老一看自己的好蛋儿抱着一个姑娘回来，后边还跟着跋扈的公主，吓得忘了行礼。韩将军为朝廷立了大功，又是个人人夸赞的忠义之臣，他保家卫国，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子，岂不让人耻笑？我笑盈盈地安抚他们，韩家二老面面相觑，不知我是何意。我知韩将军与姑娘两情相悦，所以我会请母后下旨解除婚约，愿将军安心出征，凯旋抱美人。韩老将军吓得立马跪了下来。公主，万万不可！韩昭傻愣愣的，小白花眼中闪过杀机，我却一脸懵。老将军勿要忧心，我母后并未见过淼淼姑娘，只要不说出去，没人会知道此事。安全起见，还请韩将军为淼淼姑娘换个身份。临走，我对韩昭说，韩将军勿要多心，这次就当弥补我之前犯下的过错。我都这么大方了，希望他能心软一下，不要这么快对我们痛下杀手。边境战火起，我与韩昭的婚事自然推迟了。我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自己的计划。3日后，密探来报说韩昭的心上人是前朝宰相之女，当初为了保命躲去了邻国，因在战场上救了韩昭一命，便被带了回来。怪不得韩府二老不肯接纳她。前朝宰相之女的身份还不算过分，可怕的是她居然与敌国有密切往来。这个韩昭真是猪油蒙了心。我把指甲都咬断了，只恨自己的父兄不争气，又怪自己是女儿身。这世上有太多的无奈，就因为我是女儿身，连我父皇都不肯正眼看我，而我的母后只知道跟一群女人斗来斗去，没意思极了。
我试着笼络人心，大家都称病不见。看看人家徐淼淼多有心计，被韩昭抗旨就下，不好好苟着，反而在我哥哥面前蹦跶，故意挑起韩昭对我哥哥的恨意。他这样做，就是想搅得我们国破家亡，当真是贼胆包天。我抱着一丝希望约韩昭见面，他倒是给面子，如约来到了茶楼里。茶楼里鱼龙混杂，什么形形色色的人都有。韩将军请喝茶，我殷勤地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却被他挡在一边。公主有什么事还请快讲，淼淼还在等我。我拿起茶杯挡住激动的歪了的嘴角，不知他待会看见徐淼淼也出现在这里，会不会很惊讶。我俩就这么干坐着喝茶，没一会功夫，韩昭就着急起身要走。好戏还没开场，他不能走。我起身拦住他的去路，却被他大力推到一边。我不依不饶，立马弹起，将他胳膊紧紧攥在怀里。公主难不成想反悔？是你自己说要与我解除婚约的，这会单独约我出来见面，又拉拉扯扯的做什么？韩昭红了脸，身高7尺的壮汉竟然挣不脱我。不是，韩昭，你听我说，就陪我坐一会儿就成。我以前虽然坏，可我说话向来算话，绝不食言。我死皮赖脸地缠着他，不肯松手。说话间，头戴斗笠的徐淼淼闪进了角落里的屋子。韩昭憋红了脸，又要开口，情急之下，我忙堵住他的嘴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那扇门。确保人进去后，我不由分说拉着韩昭跟了过去。他人可真沉，跟块木头似的。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踮起脚趴在他耳边。有些事你可能难以接受，不过我知道韩家世代忠良，定不会被意气用事、被感情迷惑了眼睛。你说什么？韩昭保持沉默，走到门外突然开口说话，吓得我伸出食指对他嘘。房门被用力踹开，屋内只有徐淼淼和一个男人。见我们来，男人跳窗而逃。快去抓住他！我拍了韩昭一巴掌。将军！徐淼淼欲语泪先流，扑通一声挡住韩昭的去路，跪了下来，好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我相信韩昭，在国家大义面前，他应该知道怎么选。贼人要跑了，韩将军不要再拉拉扯扯的了，快追呀！我急得扒窗户。这就是你带我来这里的目的？谁知韩昭竟是这样反应，脸也由红转绿。你的淼淼姑娘做出这般损害。我大义凛然，声音拔高，可惜义正辞严的话还未说完就被打断。将军，我不该欺骗你，可阿瑶是我弟弟，我只有他一个亲人，不能不管他。徐淼淼跪在地上，紧紧抓住韩昭的衣袖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咽下一口气，忍住给他几个大嘴巴的冲动，冷笑着挑起他的下巴。淼淼姑娘还真是临危不乱，生生把敌国细作说成自己的亲弟弟。我倒想问问，你到底有几个亲弟弟？阿瑶不是细作，我与韩将军两情相悦，公主恼恨我是应该的。既然早知我与别的男子见面，大可出面敲打我，为何要这般污蔑我？徐淼淼双眼含泪，凄凄地看着韩昭。将军若是不信我，我愿以死来证明。他胡说八道。不对，说话归说话，他拿匕首干嘛？当匕首被韩昭一掌打落，他把我撞开，一把抱起站立不稳的徐淼淼，转身就走。这是我的家事，还请公主莫要插手。淼淼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，我最知晓不过。就算她今日见的是自己的情郎，我也不会伤害她一分。什么情郎？他是细作。我气得大叫。他韩昭是没脑子吗？他以为我用下作的手段诬陷他纯洁的小白花？真没想到，他竟是个恋爱脑。我跟吃了狗屎一样恶心，冲进母后寝宫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求他下旨解除婚约。事情虽然难办，好在母后疼我，终于赶在韩昭出征前把圣旨送到他面前。我不知你打的什么主意，不过淼淼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韩将军放心，您为我们在前线厮杀，后方的事就不用操心了。我会把淼淼姑娘当成亲人一样照顾的。经历上次的事，我知道自己不能贸然行动。既然他韩昭是个恋爱脑，那我就学徐淼淼。淼淼浮浅，只要公主不去打扰她，定能安全无虞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淼淼姑娘是明月，我就是那沟渠。啊，说错话了。
韩昭眯起眼睛，好在没跟我计较。目送大军离开，我叹了口气，这鸡毛还真难剪。韩昭走后，我继续来回奔走收买人心。可我毕竟是一个女子，又是一个跋扈的公主，即便打着太子哥哥的名义行事，也没人相信。我们一家早就失了民心。我突然想起了4年前被废的前太子李旭，他倒是个当太子的好苗子，可惜为人太正直，因政见不合屡次顶撞辅皇后，就被下狱了。前世韩昭就是打着他的旗号造反的，现在为了保命，我必须抢在韩昭前面。我又去见了我那荒淫无度的父皇，偷了他的国玺，骗他写下退位诏书。我那醉生梦死的父皇在迷药的蛊惑下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。一切安排妥当，我去见了徐淼淼。淼淼姑娘真是好福气，能得韩将军一片痴心。不过若是韩将军看见这些，不知他会怎么选。看见我手里的书信，徐淼淼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随即又冲我露出一个冷笑。我在韩昭心里的分量你应该看清楚，他为我抗旨，还为我带兵围太子府，这么点子虚乌有的小事，你觉得他信我，还是信一个恶贯满盈的公主？哦，是吗？那就等韩将军归来，把这些东西摆在他面前，看他怎么选。不过这段时间我劝你安分守己，不然以我的恶劣性子，保不齐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我不敢动徐淼淼，只能派人牢牢看着他。大战一触即发，我不能赌上国家命运，让韩昭分心。回去路上，马车受了惊，把一个俊俏的男人给撞了。这种事情搁以前我眼皮都懒得抬，现在就当为自己积德行善了。我让人把他抬进马车里，准备带回宫找太医医治。男人声音轻哼，俊俏容颜在昏暗的烛光下带着魅惑。我忍不住提灯凑近看，看清他容颜的那一刻，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我的手攥得紧紧的，斗争了老半天，才忍住将他扔下马车的冲动。事出有因，即便前世他对我补刀，也是因为我害得他家破人亡。上一世糊糊涂涂没弄明白，这一次希望还来得及补救。我是真的想洗心革面，做个好人。毕竟是我最爱的面首，也出于真心悔过，我日日守在他床边，直到他康复。我想他又不是庭院里的花草，见我这样诚恳，总会被我感动的吧。谁知这货活蹦乱跳后，居然勾引我，他勾引我。我好心好意给他洗药浴，他突然从水里走出来，浑身湿漉漉的跪在我面前。余姚孤身一人，险些死在街头，幸得被公主所救。余姚的命都是公主的，求公主疼我。一双清澈骗人的眼睛看得我心弦大乱，见我没有发怒，他得寸进尺，拿起我的手贴在他的脸上，然后沿着胸膛慢慢往下滑。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又有些动摇。真情真的能感化一个人吗？衣服散乱一地，关键时刻我打了个机灵，色字头上一把刀。上一世我已经得到了报应，这一次即便我在鬼迷心窍，也不能拿命来销魂。我走的是一条随时都会没命的路。想到这里，麻溜捡起衣服跑了出去。韩昭一家被下了狱，事发突然，我急得上了火。据说是有人向父皇呈报了韩家窝藏前朝余孽的罪证。我说的话，父皇听不进去，坚定小人说的话，他反而听进去了。一众老臣求情，也无法扭转我父皇一意孤行的局面。韩老将军一家性命堪忧，我偷偷去牢里探望，告诉韩老将军我会尽力保他们性命，并叮嘱狱卒要好生照看他们。谁知在我离开的第2天，韩老将军夫妇就自尽了。除了震惊，我脑壳还疼得厉害。老天是一定要给我们报应吗？思虑良久，我找李旭坦白了一切。万幸李旭是个有脑子的，他相信不是我做的，只是韩昭是肯定不会相信我的。最后我俩一合计，决定暗中封锁消息。我去了那日与韩昭一起抓奸的茶楼。韩昭真是疼徐淼淼，为了方便他与弟弟见面，竟让他成了这家茶楼的女掌柜。他行事更方便了。韩昭蠢货，这么拙劣的借口也相信。我觉得很悲凉，自己苦苦努力去争取的东西，别人随口一句谎言就能轻易得到。其实往好处想，如果韩昭真的是一个恋爱脑，那事情就有转机。如果徐淼淼也只是一个幌子，
那他心机也太深了。这么一想，我更加气馁，也许重来一世，依旧是无人生还。韩家的事是你做的吧？徐淼淼红唇微微一咧，露出好看的笑容。公主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手里有证据。你自己跟韩昭说。他满不在乎地饮着茶，说我做的又怎样？可他二人是在你离开后死的，被偏爱的有恃无恐，更何况他身后是韩昭那个恋爱脑。有人宠爱真好。我笑，我身边有个年轻俊秀的面首，叫余姚。他终于不淡定了，手里的茶泼出去一半。你想要韩昭，我不跟你抢，但求你放过阿瑶。可笑，徐淼淼居然会认为我堂堂一个公主，整日里揉碎了心来回奔波，就是为了一个男人。徐淼淼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我本是一国之人，为何一定要做这种可耻的事？可耻？当初你父皇将我全家尸骨踩在脚下的时候，可有一丝悔意？他拂袖掀了茶桌，继续痛骂。我家世代忠良，就因我父亲侍奉过前朝皇帝，他便灭我全家。我不过是以彼之道还彼之身罢了。你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他疯狂大笑，我只知有仇必报，什么狗屁大义，不过是你们苟且偷生的幌子。临走，我真想一把火烧了茶楼，可现在除了不能轻举妄动，别的什么也做不了，真是憋屈。上一世余姚说我是我害得他家破人亡，现在想想我并不算委屈。谁让我出生在皇家呢？自己父皇做的错事，我这个公主被人记恨也理所当然。有时候真的挺悲哀的，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性别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愿放弃，因为我还没有被杀死。我思索着如何向韩昭解释他爹娘死在狱中的事，却得知徐淼淼茶楼失火的消息。人呢？无人生还。短短几个字将我拉向地狱更深处，像是设计好的陷阱，就等着我一步步走进去。这边李旭也派人来说消息走漏了，韩昭怕是要不了多久就会知道。我像是被人抽干了血，无力极了。余光中，暗灰色的衣摆在角落里一闪而过，脑海里天人交战后，我做好了决定，赌一把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就算不为家人的性命，为了这天下的百姓，我也要搏一搏。我去见余姚的时候，他跟没事人一样在品茶，镇定的神情跟徐淼淼一样。你姐姐死了，我很抱歉，我没有想伤害她，也不想伤害你。追根究底是我们欠你们徐家的。余姚的杯子拿得很稳，茶水一滴未洒，她比她姐姐能忍。公主说笑了，我说过我的命是公主的，就算她是我姐姐，现在也跟我无关了。阿瑶一直都是公主的人。余姚眉眼弯弯，笑得明媚好看，可我只觉得脊背发凉，她们姐弟俩可真是心狠。难怪上一世哄的韩昭起兵造反。我已经派人处理后事了，你去看看他吧。局势紧张，我没有时间跟他讨论个人恩怨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。我拿着李旭的书信和信物，马不停蹄赶往边境。一路风餐露宿，当我来到军营时，韩昭的军队正士气低迷。我那昏庸的父皇和太子哥哥居然断了军队的粮草。有人为此暴怒，撺掇韩昭返回京城，杀了狗皇帝。军队在断粮的情况下，又因敌国细作窃取了重要信息，导致英勇的士兵只能勉强守城。多日缺粮，人心涣散。我若是再来得晚一点，怕是城要破了。此时不得不感慨李旭的远见。临行前，他特意让我带了一些粮食和物资来。他说韩昭这个人性子急，若我贸然来找他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见我来了，韩昭很是意外。我没时间跟他叙旧，一心只想着这一仗不能输。我拿出书信和信物，告诉大家，前太子李旭已经掌握了政权，这些粮食就是他让我带来的。李旭一直深得民心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军队士气大振。有了想要效忠的君王，当晚就将偷袭的敌国士兵全部击溃。只是内忧外患，百姓民不聊生，这场仗不能再打下去了。时间紧迫，我也没有理由再瞒着韩昭了。殿下怎么会派你来？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，看样子他好像还不知道双亲离世的噩耗。我不知道怎么开口，
只好把李旭的书信交给他。谁知他看完书信，当着我的面开始脱衣服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大惊。你没来之前，我是动过杀回京城的念头，可我韩家世代忠良，做不出这等可耻的事。铠甲之下，竟是一袭孝衣。原来他已经知道了。我对他肃然起敬。那些保命的念头，在韩昭面前显得卑鄙可耻。就算他现在一剑将我击杀，我都毫无怨言。对不起。我垂下眼睛不敢看他，我们欠他太多了。淼淼。提起徐淼淼，我脑子一激灵，嘴巴变得更加艰涩。自己的爱人竟是细作，这是着实让人难以接受。可徐淼淼吃定了韩昭重情义，所以用死来要挟韩昭保余姚。将军节哀。韩昭手里的剑紧了又紧，蓦然转身流下2行泪来。他终究还是理智的。形势所迫，两边相持不下。韩昭急得像条尿急的狗，昔日的嚣张不见踪迹。讲和吧。我平静地看着他。讲和，谈何容易。韩昭烦躁地走来走去。殿下已经安排好了，将军只需照做即可。韩昭不解其意，直到看见我穿上大红的嫁衣。他突然拔剑，一剑劈碎了帐内的桌子。公主莫不是忘了，你我还有婚约在？已经不作数了，现在我是和亲的公主。送亲前一晚，他守在我帐前吹起了箫。一曲结束，我走出来要他陪我看看这边赛的月亮。月亮又大又圆，比京城的月亮要好看得多。原来即便是同一个月亮，在不同的环境里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早点逃离那个牢笼，会不会也成就了心中的那个自己？明天我就离开这里了，临走前有个不情之请。公主请讲。韩昭面无表情。我父皇听信谗言，害了将军双亲，殿下答应我留他们一命，希望将军也能放下仇恨，敞开心胸，来世李真愿衔草结环报答将军。说完，我对他一一拜。对一个还穿着孝衣的人说出这样的话，无异于是绑架。虽然可耻，这却是我唯一的心愿了。我韩昭不是心胸狭隘之人，你和殿下为了大局忍辱负重，又怎知我韩昭是重小义而轻大举的人？再说，爹娘的死也不是因为你。我对他在拜，感激他的大恩。公主是不是以为我是那种重情而失理智的人？我韩昭是重情义，公主上有宁愿舍弃自己也要拯救的人，我韩昭也是。可即便我在努力，那些我在乎的人也一个接一个的离我而去。我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我拼命想抓住他们，却谁也保不住。想起徐淼淼，我贸然问道：将军会为了淼淼姑娘殉情吗？在公主眼里，我就是那种人。可能不是。我不知如何回答。为个人感情自戕，不是大丈夫所为，我宁愿战死沙场。我不禁动容，无论自己在乎的人有多恶劣，他们都是我们想要守护的人。韩昭和我有着相同的执念。在韩昭的护送下，我踏上了和亲的路。只是半路，韩昭突然变卦，我被人送了回去。他居然设计为了敌国都城。敌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，不得不签订了合约。局势扭转，我不用去和亲了。回京后，我把余姚交给韩昭，他是徐淼淼的弟弟，韩昭知道该怎么做。有韩昭支持，本就得人心的李旭顺利继位。我父皇母后和太子哥哥被软禁了起来，因为有退位诏书和李旭的承诺，他们日子过得并不凄惨，而我却成了人人唾弃的不孝子。可我不在乎，因为我保住了家人的性命。先皇赐了我一座宅子养伤，幽静无人打扰。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，没有叛乱，没有血腥的婚礼，边疆安定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最主要的是，我的家人都活着。我去见了父皇和母后，生活简朴安静。父皇昔日浑浊的眼睛终于有了丝亮光，反而比之前有精神。母后变得憔悴了，她一脸怨恨，始终不肯跟我说话。我哥依然乐呵呵的，好像当不当太子跟他没什么关系，只要跟以前一样能吃喝玩乐就行。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了顿饭。我以为我的父皇应该是恨透了我的，可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怨言。他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酒，面对父皇递过来的酒杯，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父皇，是儿臣不孝，当时大势已去，若是儿臣不这么做，我们性命恐早已休矣。
儿臣也不愿父皇背上昏君的骂名，愿父皇母后能理解儿臣的一片苦心。父皇将我扶起，抚着我的肩头，父皇不怪你。听闻你亲赴边境助韩昭打了胜仗，这才保住了祖宗留下的江山。父皇感谢你还来不及，又怎会怪你？他重新把酒杯递给我，我们一家从未在一起好好吃顿饭，来陪父皇喝几杯。我热泪盈眶去接酒杯，却被我哥抢了去。妹妹从小不善饮酒，喝茶就好，这酒哥哥替你喝。然后不由分说将酒一饮而尽。父皇目光突然变得阴鸷，紧接着我哥突然喷出一口鲜血，倒地而亡。我杀了你个逆子！我眼睁睁看着父皇双目暴起，拔剑直冲我来，我却傻傻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侄儿快跑，快跑！一直怨恨我的母后突然扑过来，挡在我面前，跟上一世成婚那日一样，鲜血喷洒而出，血溅在我的脸上，恍惚间我不知身处何处。母后，快跑，好好活着！我惊慌失措，泪水混着血水，怎么也擦不干净。我再也看不清母后疼我的那张脸。不知昏迷了多久，醒来在我的小院里。韩昭来看我，他说我父皇杀了我哥和我母后，自刎了。我傻愣愣地听着，待了半晌，眼泪才流下来。我父皇那么威严的一个人，被自己的女儿算计，将皇位拱手送给他人，他怎能不恨？我一直嫌弃的哥哥替我饮下毒酒。我最疼爱的我母后，她虽然怨恨我，可还是义无反顾挡在了我的前面。我做了这么多，努力了这么久，我是想救他们的，可到头来他们却又因我而死，这难道就是报应吗？是夜，我如行尸走肉般盯着窗外难以入眠。窗外黑影一闪，有人潜了进来。你是来杀我的吗？不用去看，就知道是余姚。徐淼淼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弟弟的性命，他们姐弟感情那么好，余姚又怎会袖手旁观？我是想杀你的，不只是你，还有那个狗皇帝。可惜晚了一步，我父皇已经不是皇帝了，你这是在骂先皇吗？余姚一愣，没想到我还有心思找他的茬。我不杀你，现在你也体会到了失去家人的痛苦，与其让你解脱，不如就这样跟我一起煎熬。我闭上眼睛，很是疲惫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徐淼淼就是被个人仇恨冲昏了头脑，才做出这种极端的事。其实我从未想过要杀他，我甚至替他和余姚想好了出路。是他自己执念太深，我给的机会他不稀罕，而我现在连个守护亲人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临走前，余姚对我放狠话：你最好好好活着，每天都品尝一遍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如果你死了，我一定杀了韩昭。我真是烦透了，跳起来冲他大吼：闭嘴！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一样，心胸狭隘，只在乎个人情感？因为你们多少百姓和士兵冤死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那些因你们做了错误决定的冤死的人，他们又该找谁去报仇？我不会死，新皇也不会让我死，他需要用我来彰显自己的仁爱。余姚走后，韩昭来了，他想让我去祭奠徐淼淼，我觉得他在边关说的那些话都是放屁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为了他才将徐淼淼置之死地的，就连新皇也派人来询问我和韩昭的婚宴安排在什么时候合适。什么时候都不合适，我直接恳请他解除婚约。韩昭终究是舍不得处置余姚，他让我去祭奠徐淼淼，不过是想让余姚心软陪着我，不要再折磨我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若我不是女儿身，当初的退位诏书上继位的名字就是我。可这世道是不给女子建功立业的机会。我父皇临死前那么恨我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个女子，他不甘心被自己瞧不上的女儿给算计了，所以才会恼羞成怒，痛下杀手。后来听说余姚洗心革面，将自己掌握的情报一点不落全部呈给新皇。新皇登基，自然以仁爱治理国家。余姚被免罪后，跟着韩昭做了一名小兵，从此戍守边疆。又是一年中秋节，我守着我的小院，开始思念亲人。月圆照四海，四海皆相同。可焉知千里外，有雨兼有风。愿明君高照，这世间国泰民安，人间从此少疾苦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